今晚的压轴之战现在正式开始，昆仑决2017年诸神之战，70公斤级世界冠军大奖赛资格赛第8小组的终极决赛，昆仑 Fight 2017 70 Kilo World Championship Qualification Group 8 The Final。有请蓝方率先晋级的不死之鸟宫越宗一郎 ，in the blue corner from Japan Miyakoshi Soichiro。 蓝方来自日本的不死鸟宫越宗一郎，今年30岁，身高1.73米，体重70公斤。有请红方站立格斗的王者电脑斗士亚桑克莱。In the red corner, the computer wizard from the kingdom of Tai, introducing Yosangai Fairtex. 泰拳天王亚桑克莱 Fairtex， 号称电脑斗士，来自泰国，年龄32岁，身高170公分。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宫越宗一郎来自日本，年龄30岁；亚桑克莱年龄32岁。宫越宗一郎身高173公分，亚桑克莱身高171公分。分别所有选手资料及详细信息由权威知识平台互动百科提供。这场比赛，如果按照常理来说，也许悬念不大，但是意外的是，亚桑克莱他的头部被撞伤。 而且，在半决赛之中，亚桑克莱并不像宫越那样没有花费很大的力气就杀进了决赛，所以遇到了像宫越这样顽强不屈的选手，也许今天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我们没法预测。在拳台用比赛结果来验证这个结果。首先，我们欢迎蓝方选手 WBC 日本区的冠军宫越宗一郎。 青から日本から WBC 王者選手宮岸総一郎。红方选手，泰王国格斗的象征，最高水平的代表，传统泰拳天下第一人，电脑斗士亚桑克莱。Munden Zak Batetai Kau Goku 孔梅貼孔梅泰 Hiro Nak 梅泰 Maza。 开梅 Fairtex Yosangai Cool Computer Wizard。有请场上裁判毛景宇。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收看的是2017年昆仑决诸神之战第9组的决赛，我是现场解说昆仑决亚伟，我是董宗涛。这是今天亚森克莱第2次，宫越宗一郎也是一样啊，第2次站到这个擂台之上。今天的获胜者将会取得今年昆仑决诸神之战的第9个名额。对，好漂亮。
宫越中一郎在半决赛是 TKO 来自巴西的罗伯森梅诺丁。对，而亚森克莱是战满3局啊，而且是因为意外是自己的右边的眉骨撞开，希望不会太影响他的比赛状态。两个人的年龄啊，就是技术水平到现在都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宫越中一郎啊，现在面对如此强劲的亚桑克莱啊，显得还是比较放松的。哇，这个高扫真的是又快又重。对。哇，这个宫越中一郎看起来丝毫没有感觉到一点压力啊。其实这个示意我没有问题，还是脚下一滑。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宫越中一郎来说，应该是没有一点点压力，完全可以放开打。对，面对的是亚桑克莱。亚森克莱现在是比较稳啊。亚森克莱每一场比赛啊，基本上在第一局啊，不会去尽快去终结对手，一直在找这个节奏啊。但是呢，也确实是因为涉及到今年的诸神之战的16强的名额啊。两个人争夺的是2017年诸神战第8组的入场券。所以还是双方都是很谨慎啊，亚森克莱很谨慎，但是宫越中一郎应该说没有太大压力。对，其实两个人啊都相对比较有遗憾一些，尤其是亚森克莱啊，相对比较遗憾一些，2年的时间，然后对于昆仑决的擂台诸神之战，其实是16年走了一半啊，15年走了一半。是的。宫越呢在诸神擂台上啊战绩并不是说特别理想，所以两个人都想急需用一场比赛。一个诸神世界16强的名额来证明自己。我们看到亚森克莱的眉骨的，漂亮！这一拳真的是意想不到啊！这连续3拳啊，很重啊。希望我们看到亚森克莱的眉骨啊，又有点血渗出来，希望不要影响。今天宫越中一郎能否翻越亚森克莱这座大山？对，诸神的擂台是任何可能性都有的。是的。看宫越中一郎今天能不能够爆冷啊？手臂依然很重，现在亚森克莱有点摸不着、够不着宫越中一郎。一郎现在把后撤的距离啊控制的非常好，不管是亚森克莱的中扫还是拳法压进去啊，一郎往后撤的幅度还是比较大。但是如果说亚森克莱把这种节奏再加快一点，像一郎那个头部抬得那么高，还是有危险性的。但是一郎几次拳法表现的不错啊。亚森克莱这个后手之间直接进攻还是落空了。对，一郎的这反击啊相当迅速，跟上去就是3拳4拳。对，而且每拳都是奔着下巴去。是的。一郎的这个高扫击表现也不错。第一局的这个一郎的表现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每一场比赛不但是考验了我们的技战术水平，对我们的心灵的磨练啊，意义更重。对，其实我们来说啊，亚森克莱也是我的偶像啊，但是比赛擂台上，我是希望看到非常有悬念的比赛，这才是精彩的比赛。对，对于宫越中一郎来说呀，今天无论胜负结果如何啊，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他职业生涯当中能跟亚森克莱打上一次，我觉得，对，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亚森克莱开始发力了啊，但是一郎的右手往外格挡的这么靠外的话，很容易被踢伤啊。一郎一直在往这个亚森克莱的这个右侧移动啊，避开亚森克莱发力的这个角度和空间。对，到绳边了，到绳边了，不是亚森克莱发重力的这个机会啊。一郎其实还是可以主动点，多打一拳。对，就像这样的。很聪明啊！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一郎一直往自己的左侧转啊，
场上虽然亚桑克莱给这个伊朗的这个压力很大呀，但是双方从这个落点上来说，伊朗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劣势。对，比之前的半决赛曼和夫表现的要好一些。你看伊朗这个反击啊，嗯，特别有效握。注意到身边，要移动开，要绕开。其实刚刚有机会要转出去啊。这个反击真的是很对快，而且一下就是3、4拳。今天的哇，今天伊朗的组合拳反击啊，为他扳回了不少分数啊。而且落点也很准呐。是的。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往自己的左侧走。这场比赛亚桑克莱到现在为止打的，我觉得并不轻松。对。哇，漂亮！漂亮！亚森克莱的上勾拳还没有用出来啊。这个亚森克莱在抹了一下右眼睛，应该还好，影响不是很大。亚桑克莱一定要还是要加强自己右侧脸颊的防守啊！对，这个伊朗的前手摆拳，多次命中了亚桑克莱。哇，互换一下。这场比赛伊朗打得真的不错。哎呦，伊朗的右手臂，亚森克莱的左扫踢啊，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发力那么的脆了，但是呢，渗透力还是有啊。我估计明天或者是今天晚上，伊朗的手臂右手很大问题啊。对。而且有没有发现啊，董教练，上来以后亚森克莱的左扫踢更高，踢得更高一点了，踢的是伊朗的好像是手腕的这个位置，对，更高一点了。比对阵半决赛对阵曼和夫的时候那种沉重的中扫踢位置要往上了。伊朗的移动啊，在整个比赛当中还是给亚桑克莱这个发力啊有很大的影响啊。对，一直在往后撤，亚桑克莱的重击几次落点落到伊朗的这个头上或者身上之后，有一点强弩之末的这种感觉。对，确实是。但是你看亚森克莱后手拳的直拳啊，直线拳法，就这拳差一点点啊，还是公子部的这个力量。是的。不死鸟再次表现了强大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对。今天这2场比赛对于亚桑克莱来说打的每一场都不轻松啊。对。毕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竞技水平都是在同步增长的。对的，而且大家对亚桑克莱这种技战术太了解了。对。天哪！我们就一直在讲他这次的左腿扫踢啊，一直起位起的比较高，我看到有点苏富邦的感觉。对啊，半决赛的时候一直是中段扫踢啊，结果到决赛针对伊朗一直把这个终于后手直拳直接命中啊！来到第3局，可能伊朗的这个体能也有下降，判断上可能也有些没有那么精准。亚森克莱果然还是大神级的人物啊！我们上一个局间的时候刚刚讲到亚森克莱这次的高扫踢啊，包括他的后手拳跟以往不一样。对，包括后手的直线拳法，我们刚刚在局间的时候全部都讲到了。这一局第3局他就加强了。扫踢每一次高扫奔着头去的。对，这次决赛我们看到亚森克莱的扫踢没有听到那种很结实的那种结实的声音，但是很有威胁。对。这个宫越宗一郎也现在适当的缓一缓。来到第3局，比前2局显得更加艰难啊。对。特别亚桑克莱几次有威胁的高扫以及那一记重击啊，对伊朗的心理的压力很大。还在憋后手。现在伊朗的这个拳的发力就没有那么实了。是的。
亚桑克莱在前2局啊一直在找这个打重击的距离啊，又到在憋劲角落了，小心！哇，这是日本选手的抗击打，真的是非常强啊！不死秒，果然名不虚传。但是你面对亚森克莱这样力量级的人物，还是有被读秒啊！还剩最后的40秒钟。这个时候亚森克莱还是在找这个对发力的这个距离。哇，刚刚其实是一个很近距离的这个扫踢啊。其实亚森克莱真的是以前很少用到这样的扫踢，真的是像董教练说的，我们看到有一点点苏芳的那个感觉啊。因为他飘逸出腿的这个角度啊，比较相对以前来说刁钻了很多。对啊，西法再次把对手逼到角落，这是亚桑克莱连续发力的这个距离啊。最后的10秒钟，看看能不能扛到比赛结束。我们看到日本选手宫野宗一郎这个鼻子和嘴啊里面都已经有血了。比赛结束了。我相信今天对于宫野宗一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收获呀。对，确实是。我个人对他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非常的。其实今天亚森克莱也非常的不容易啊，从半决赛开始时间不久，眉骨就裂开了一个口子，一直坚持到决赛。这2场比赛打的都非常的艰难。对，在决赛的时候，最起码前2局，宫野宗一郎日本选手给亚森克莱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我们看一下后手拳打得非常实在。这2场比赛我们没有看到以往亚桑克莱跟对手打的时候一边倒的这种情况。对。他的这2个对手，无论是曼科夫还是宫野宗一郎，都是有机会，打击亚桑克莱的。但是确实是像跟天王级的人物碰撞啊！哇，这是高扫，这是书邦邦范儿的高扫。对，确实是像面对像亚森克莱这样天王级的人物啊，确实是在这些基础细节上还是有很大差距。希望今年亚桑克莱的诸神之战道路越走越长。是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亚森克莱会拿到我们今年2017年昆仑决诸神之战资格赛第8组的入场券。好，我们来看一下裁判最后的判罚。本场比赛结果如下，5位裁判一致裁定30比27。All the 5 judges scored this bout 30-27. 比赛结果 ，and your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 洪方胜。有请颁奖嘉宾，昆仑决大赛创始人江华先生，经典集团董事长红树林创始人张宝全先生，南海邮轮总经理杨华先生，太极拳世界冠军陈家沟太极王家拳创始人王占海先生为胜者颁奖。好了，这样呢，亚桑克莱就成为了诸神之战今年第8组的冠军。格斗迷，你们最期望的好消息就是亚桑克莱正式的进入了诸神之战的序列。好了，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再次恭喜亚桑克莱 INDTJ 参啊！